大家好呀，欢迎来到珠光宝兔。这几期教大家做的都是法国的大菜，用的食材也是牛肉、鸭子之类的。收到了很多评论，都说食材好贵啊，吃不起。其实法国人也不是天天都吃红酒炖牛肉和油封鸭的，平日的家庭料理用的也是很平价的食材。洋葱汤 soupe à l'oignon 就是这样一道法国妈妈菜，用最普通、最便宜的洋葱做出了法国人思乡的味道。洋葱汤的历史也很悠久，它最早可以追溯到一本18世纪的菜谱。它的起源众说纷纭，我综合了一下几种不同的版本。大概的故事就是法国国王路易15某一天深夜醉酒，肚子饿得咕咕叫，但是厨房里已经没有别的食材了，厨师就灵机一动，用洋葱做了一道解酒汤。皇上一喝，龙颜大悦，于是这个菜就这么流传下来了。不知道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洋葱汤其实在法餐历史上沉寂了很久，直到19世纪，一个瑞士人 Henri Moucon 在美国开了一家法餐厅，他的主厨太太把这道菜作为餐前菜端上了餐桌，一下子就风靡美国，于是出口又转成内销，这股旋风又刮回他的巴黎老家，洋葱汤在法国餐厅里也开始流行起来。洋葱汤的做法其实非常简单，但是需要十足的耐心。生气的时候是非常适合做这道菜的，切洋葱的时候正好可以大哭一场，等汤煮好了，气估计也消得差不多了。现在我们就来分享做法。在准备洋葱汤之前呢，我们先要准备一个牛骨高汤，是洋葱汤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味来源。这边就是我们的牛腿骨，然后今天的香料呢会用到月桂叶、百里香、黑胡椒粒跟丁香。丁香注意不要放太多啊，1到2克就非常足够了。丁香的味道很冲，也少不了我们的西餐高汤三宝。洋葱、胡萝卜跟西芹，它们的比例是2:1:1。牛骨呢，我们需要做一点点处理，就是把它用烤箱先烤一下，一点点色拉油在它表面淋一淋，然后把烤箱打到220摄氏度，然后把它送进烤箱，大概烤个30分钟。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做一个香料包，黑胡椒、丁香全部都放进香料包里，然后百里香跟香叶全部加进去，好，这样就可以了。然后现在我们把它拿出来，注意啊，我们只要骨头，我们不需要这个油，因为如果油都放进去的话呢，那这个汤就会变得很油腻。你注意到它的这个肉已经烤到颜色已经是比较金黄，有一点点浅褐色了，这个时候就刚刚好。我们把所有的骨头全部都放进锅子里面。我们先烤一下之后呢，就是在温度的作用下，当然这个骨头跟骨头上的脂肪跟肉它都会有这个焦糖化的反应。我们的三宝全部都加进去，还有香料包，然后加水。好，我们先开大火，煮到这个汤呢微微沸的时候就立刻转小火，然后注意不要盖盖子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洋葱汤要用到的全部食材，很简单，对不对？牛骨高汤这是提前1天准备好的，香叶和百里香，洋葱、大蒜、黄油、格鲁耶尔芝士、白兰地酒跟1根法国的长棍面包，非常的简单。牛骨高汤呢，它的滋味是很浓郁的，是这个汤的底味。如果你没有牛骨高汤呢，鸡高汤也可以用。如果鸡高汤也没有的话呢，那浓汤宝加水，我觉得也可以试一试。当然味道上肯定就会比你自己准备的牛骨高汤要差一些。香料呢，就是百里香跟香叶，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基础配备。那洋葱呢，我们这边选用了甜洋葱，就是这种颜色比较浅的一种洋葱，因为它的糖分比较高，所以它很适合用来做洋葱汤。你们可能会问紫皮洋葱或者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金黄色皮的洋葱能不能用？它们当然也没问题，但是它们的糖分呢比起甜洋葱稍微要少一些，所以它们的焦糖化出来的效果没有甜洋葱这么好。格鲁耶尔芝士我觉得是很值得介绍一下的，它产自于瑞士，是法餐当中一类非常常见的芝士，它有很强烈的坚果跟蜂蜜的香气，是香气非常馥郁的一种奶酪。在这道菜当中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风味来源。如果说你没有格鲁耶尔芝士，用另外一种叫孔泰芝士，退而求其次用马苏里拉芝士，我觉得也可以试一试。当然，格鲁耶尔芝士是最适合做洋葱汤的一个奶酪。
这边的这个酒呢，就是我们用到了白兰地酒，白兰地酒或者是用雪莉酒都是很适合用来做洋葱汤的。如果你没有，也可以试试绍兴料酒啊。一般来说，法棍面包呢会选用当天新鲜烘焙的。如果你没有找到烘焙的，我觉得你试试用烤脆的馒头片，我觉得可能也能用。说起这道菜，对我意义还是蛮特殊的。从前在一家法餐厅实习，做的第一道菜就是洋葱汤。那时候一天切50磅洋葱，你以为我通过疯狂练习就不再流泪了吗？然而并没有。但我悟到了一个终极奥义，就是切快一点就能少哭一会儿。只要我切得足够快，辣味就追不上我了。洋葱为什么会让人流眼泪呢？洋葱细胞里的细胞质含有一类风味前体物质烷基半胱氨酸硫氧化物，也叫 ACSO。这是一类含硫的物质，与液泡中的酸氨酸酶本来是井水不犯河水，但你切洋葱的时候，细胞破裂，液泡中的酸氨酸酶就会获得与 ACSO 接触的机会，并将 ACSO 水解成硫代丙醛 S 氧化物，同时还会生成丙酮酸和氨。其中硫代丙醛 S 氧化物就是导致人流眼泪的主要成分，所以你需要一把好刀。越锋利的刀对洋葱细胞的挤压就越小，细胞液渗出的也越少。洋葱细胞还没反应过来呢，很快啊，你就切完了。下黄油，所以应该选那种加热比较均匀的锅。铸铁锅就是一个，或者是珐琅锅都是很好的选择。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洋葱全部下去。我们可以加一撮盐。这洋葱看起来很多啊，其实只需要一会儿时间，它们的体积马上就会缩小，水分就会蒸发掉，所以不用着急。这个时候火力的控制非常关键。你看它的体积已经缩小了很多，这步过程也非常的漫长。一丢丢水，看，这样就把你的那个焦糖的东西洗下来了。炒到这个颜色就可以加酒了。会听到呲啦一下，哇，真的好香，好有一股焦糖巧克力的香气，高汤加进来。好，开了以后就立即转小火，让它在这边微沸大约20分钟的样子。现在洋葱汤呢还在炉子上煮着，我们就趁这个时间呢来准备一下面包跟奶酪，切到1公分到2公分厚都可以。这个面包外壳很硬啊，它其实里面还是挺柔软的。今天这个汤呢大概是4人份的，所以我们就大概切个8片就可以了。法棍真是我很喜欢的一类面包，因为我觉得它非常的有咬劲，而且面香味很足。但这个法棍其实烤的一般，因为它没有非常漂亮的这个大的孔洞。好，我们这个面包还要做一点点处理。大蒜呢，我们要把它抹到面包上去，因为我们希望它这个面包是有一点点蒜香味的。你这样一个大蒜呢，我们把它稍微磨一磨。如果你有这种可以磨的小碗，你就用小碗来磨一磨；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就用刀给这个蒜头的这个切面把它切开来。总之，你能有一点点蒜的味道就好了。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蒜香黄油面包片。这是我们刚才炒洋葱剩下的黄油，已经在室温下已经很软了。这时候我们把软化的黄油呢也涂在面包上，这样在烤箱里面烤的时候呢就会很香，表面而且会上色，就有金黄的颜色，就很漂亮。哇，也太香了吧！忍不住了，我要先咬一口。这个边上的这点我们需要把它切掉。这是不能吃的啊，拿掉。好，我们需要来擦一些格鲁伊尔奶酪的奶酪丝，找一个盘子垫在下面，然后我们用这个擦皮塔，我们就用最粗的这个孔的这一面，然后我们擦一些丝。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手啊，有大量的游离氨基酸在里面，所以它的味道真的是很浓厚。差不多够了。OK。
洋葱的辛辣转化为浓郁的甘甜，被酥脆的法棍面包吸附，与焦香拉丝的奶酪一起啊，真的是大满足。喜欢我们视频的就给个一键3连吧，Bon appétit！